大家好，这是 Excelise 基础教程的第2章第2节。通过本节课，您将了解如何使用 Excelise 在 Excel 文档中创建图表工作表、条件格式、设置工作表背景以及设置数据验证。接下来将会在上一节课的基础上继续使用并学习 Excelise 的另外7个 API。目标是结合这些 API 的使用，生成一个右图所示的工作簿。我们先来学习第一组的3个 API： 创建图表工作表、设置工作表背景图片和创建条件格式。首先是创建图表工作表。图表工作表是 Excel 中仅包含图表的工作表。在课程目录下复制上一节的代码目录，命名为第2章第2节，然后用 VS Code 编辑器打开，编辑 main.go 文件，复制上一节课用到的创建普通图表 add chart 的这段代码，然后把 add chart 修改为 add chart sheet。创建图表工作表时，仅需要指定需要新建的工作表名称和图表参数即可，不需要单元格坐标。图表参数里也不需要设置单元格的偏移位置，所以这里删掉相关的参数。修改好，保存并执行这段代码，然后用 Excel 打开，可以看到 Excelise 已经为我们创建了一个图表工作表。如果我们想在柱状图上显示数值，可以在图表参数中声明 plot area 指定 show value 为 true。保存后，重新执行这段代码，然后再次用 Excel 打开，可以看到柱状图上已经显示了数值。接下来，通过 Excelise 提供的 SetSheetBackground API 为工作表设置背景图片。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是背景图片的路径。在这个例子里，我准备了一个适合做水印的背景图片。SetSheetBackground 不会对图片属性做解析，所以这里不需要导入 Image 官方包。保存并执行该程序，然后用 Excel 打开，可以看到背景水印图片已经设置好了。接着我们来设置条件格式，先使用 New Conditional Style API 来创建一个红色高亮的条件格式样式。样式参数中 Font 指定高亮字体颜色， Fill 指定单元格填充样式， Type 为 Pattern 代表纯色填充。这里和之前学习的 New Style 函数所用到的参数基本一致。声明 Bottom Condition 变量，构造一个最低一项的条件格式表达式，用红色高亮最低分。接着为 E4 到 G9 区域每一列设置条件格式。声明 Reference 变量来定义每一列的 range， 然后调用 setConditionalFormat 设置条件格式。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是区域，第三个参数是条件格式的样式，然后保存并执行程序。打开生成的 Excel 文档，可以看到已经把各个科目中最低分用红色高亮出来了。下面我们为各个科目最高分设置绿色高亮，复制刚才编写的创建红色高亮条件格式样式的代码，把它修改为绿色，然后声明 Top Condition 变量定义最高一项条件格式表达式。接着再次调用 setConditionalFormat 设置条件格式，保存并运行代码。打开生成的文档，此时可以看到各科成绩中的最高分也被高亮出来了。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如何为单元格添加批注并设置数据验证。使用 addComment API 传入工作表名称、单元格坐标和批注参数。Author 是批注的作者， Text 为批注内容，
这样我们就为单元格 F6 添加了一个批注。保存代码，然后运行 go run man.go 执行程序，然后打开生成的文件，可以看到已经为单元格 F6 增加了批注。最后我们来学习如何设置数据验证，为班级这一列单元格加入1班到3班的下拉选项列表，通过 Xlist 提供的 New Data Validation 创建数据验证条件，设置数据验证区域为第4到第9，调用 setDropList 设置下拉列表选项，这里等同于我们在 Excel 里设置数据验证条件为允许序列数据来源为1班、2班、3班。接着我们调用 addDataValidation 来设置数据验证，第一个参数是工作表名称，第二个参数是数据验证规则。接着接收并处理可能返回的 error， 保存并运行代码。打开生成的 Excel 文档，可以看到数据验证已经设置好了。好，本节课就到这里，谢谢大家。